生命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带着贪婪与求生的基因，地缘冲突、贸易脱钩、贫富差距，现代文明其实远比想象的更脆弱。过去5000年，人类诞生过无数文明，它们有一个共同结局：崛起、繁荣，然后消失。在过去200年，有一个文明彻底改写了世界运行方式，它的底层逻辑是个人主义加理性思考加科学技术加自由市场，这4样东西加在一起，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一次文明大爆发。但从没有人问，这200年的辉煌是进步还是陷阱？接下来我们将用3个故事去追溯现代文明的起点、它的代价以及它的脆弱。18世纪的苏格兰，一个叫亚当·斯密的人在工厂里观察到一件事：有一种用来固定衣服、帽子或者布料的扣针，当时是日常消费品，需求量很大，但制作工艺复杂，手工做非常费劲。一个工人从头到尾自己做一枚这样的针，包括抽铁丝、做针头到最后包装，一共要18道工序，一天只能做20枚。但是如果把这些工序拆开，让10个人干各自擅长的部分，一个人只抽铁丝，一个人只磨针尖，一个人只装针头，同样10个人一天竟能做出48000枚。同样的人，同样的工具，只是换了种工作方式，效率就翻了2400倍。他意识到，真正的财富不是黄金，而是效率，让每个人专注最擅长的事，再通过市场互相交换。1776年，他出版了《国富论》，提出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鸡蛋贵了，自然有更多人去养鸡；胡椒贵了，自然有更多商船出海。每个人只要疯狂追求私利，市场就会带我们走向繁荣。于是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了，看不见的手接管了世界。真正的财富密码是把活生生的人变成这台全球贸易机器上一颗颗随时可以被替换的螺丝钉。而这只手一旦启动，还停得下来吗？1763年，格拉斯哥大学，詹姆斯·瓦特只是学校里的修理工，学校丢给他一台坏掉的纽门科蒸汽机，让他修。这种蒸汽机已经存在50年了，矿场用它抽水，笨重低效，没有人觉得它能改变什么。但瓦特修着修着，发现了一个所有人都忽略的问题：每次活塞运动，气缸都要反复加热冷却，能量就这样白白流失掉了。他的解决方案极其简单，把冷凝过程分离出去，放进一个独立的容器，气缸永远热的，冷凝器永远冷的。就这一个改动，效率提升了4倍。瓦特嗅到了商机，他找到商人马修·博尔顿。博尔顿看完设计图，说了一句话：“我要卖给全世界的是动力。”机器进了工厂，一个人的产出变成过去几十倍。铁路出现，人类一天能跑300公里。大西洋航行从2个月缩短到2周，整个世界被狠狠压缩了。但这台机器不只是用来生产的，生产力的另一面是极致的杀戮。1839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英国战舰复仇神号开进珠江口，一路摧毁清军据点、炮台、战船，如入无人之境。清军阵亡500人，将领关天培战死。英军军官在记录里写了一句话：“整个行动如同假日的郊外野餐。”1898年，苏丹，英军的马克沁机枪，对面是苏丹的长矛和骑兵。5个小时，苏丹军队12000人战死，英军阵亡48人。丘吉尔在日记里写道：“2万具尸体密密麻麻地躺在地上。”这不是战争，
这是机器对人类的屠杀。同一台机器既能创造财富，也能制造屠杀。人类第一次真正掌握了上帝的命运，但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如果这个文明要找一个代表人物，那一定是奥本海默。他身上集中了这套文明的所有基因：极致理性、强大执行力、解决问题的狂热。他坚信科学中性，工具无辜，一切取决于人的意图。1941年，美国得到情报，纳粹德国正在研发核武器。如果希特勒现造出原子弹，后果不堪设想。奥本海默被任命为曼哈顿计划科学主任，他召集了全世界最顶尖的物理学家，在沙漠里秘密研发原子弹。他们真心相信自己在用科学拯救世界。3年后，原子弹造出来了，但此时德国已经投降，问题消失了，但武器还在。1945年，广岛、长崎2座城市。20万人。奥本海默说：“现在我成了死神。”他开始疯狂反对研发氢弹。他相信原子弹的威力已经足够让全人类在恐惧中选择和平，不需要更大的怪物了。作为原子弹之父，他以为自己是这台文明引擎的驾驶员，拥有踩下刹车的权利，但他忘了，在这个一切以效率为目标的系统里，他只是一个被雇佣的零件。结果，安全许可被瞬间吊销，他被禁止接触机密，甚至连和老同事聊天都成了犯罪。他被彻底踢出了局。这不是对他的个人审判，而是系统对减速者的一次无情清理。这个文明缺的不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是在毁灭发生前停下来的能力。现在这台机器彻底失去了驾驶员，接下来他要把我们带去哪里？亚当·斯密、詹姆斯·瓦特、奥本海默，他们每一步都是理性的，都想让人类更好。他们联手制造了追求无限增长的系统，却把它运行在资源有限的星球上。看一眼这些令人窒息的数字：地球几亿年形成的化石能源，我们200年用掉一半；大气层的碳浓度翻了将近1倍。地球历史上这个变化需要几万年，我们只用了200年。今天，地球上96%的哺乳动物是人类和我们的牲畜，野生动物只剩4%。最近50年，所有野生脊椎动物消失了69%。到2050年，海里的塑料可能比鱼还多。再看看我们自己，中世纪农民1年干活的时间只有150天，今天的打工人平均250天。全球2.8亿人活在抑郁中，这就是200年的速度。它改写了大气层，改写了地球生命，也开始改写我们自己。没有任何文明像这样一边疯狂向前冲，一边急速向下沉。爱因斯坦说过，我们无法用制造问题时的思维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一个问题无法在他自己的逻辑里找到答案，那答案就一定在别的地方。有一种文明不以增长为最高目标，不以效率为唯一标准，它已经存在了5000年，而且今天依然还在。下一集我们讲中国文明。